金庸小说里面的天地会，它是一个成立于明末清初的组织。那么这个组织是不是真的存在呢？今天咱们一起带你去了解一下。这期视频我们来到信宜古城，古城古时候叫窦州，从四面八方都可以进到古城的。现在窦州古城只留下一个南门，也叫文明门。文明门又称红楼，它始建于清朝嘉庆18年。穿过文明门，我们一起来游览一下这座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城。这里有一座比较旧的建筑，它叫开岳大夫祠，始建于清朝的光绪年间，是当时信宜人为了纪念汉朝时期的文学家陆贾修建的，所以这个地方又被称为陆贾书院。建国后，陆贾书院被作为县的公安局。现在陆家书院已经年久失修，所以暂停开放了。书院的对面是岳耀宗祠，虽然说它是一个宗祠，但其实是一个具有书院功能的建筑。它是一个民国时期的建筑，虽然建于民国时期，但其实它的建筑风格也是仿清朝时期的，里面还是保存的蛮好的。就上去这个在病哦，有家里的广告。có có xin xin điện Hả? có cũng ra tại có xin xin điện Xí điện à? 现在这个书院成了一个古玩店，这里摆放着店主从各地收集回来的旧物件，面标的价格也不便宜。我对古玩不是很了解，因此也不是很懂。Mà này chúng ta nghĩ gì theo người nó đừng nhiều. 这里就是正龙小学，以前它有一个更为响亮的称呼，叫做信宜学宫。这里就是我们此行寻找的目的地——大红国王宫遗址。走进这座破旧建筑，很难把它与当年的天地会联系到一起，也很难想象到这里曾经就是大红国王宫的所在地。古代的时候，在学宫的门前一般都有一个3门6柱式的牌坊，这个叫做临星门，拜孔子用的。这里也是学宫目前遗留下来唯一一处历史古迹。那天地会跟这个大红国有什么关系呢？在1851年，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，
广东天地会首领陈金刚率领会众在佛山山水起义。在咸丰11年，陈金刚起义军攻克淮吉县，建立大红国，自称南兴王。接着，起义军在信宜境内打败清军，攻占了信宜县城，并把信宜作为首府，兴建大红国王宫。陈金刚这个人，他自小就比较叛逆，再加上受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，所以他就联系了花县小朱村的朱子怡，以及南边小窝村的钱登，还有坑口村的卢伟，建立了一个天地会的秘密组织，名字叫做全盛堂武馆，借助练武的名义进行反清。1854年6月，天地会在泛湖筑坛起义，陈金刚就被推举为大元帅，随即就攻占卢包，后来又几次攻打山水县城，但没有攻打下来。在山水失败后，他又去攻打广州，结果又没得攻打下来，就征战粤北。在征战粤北的时候，因为在郴州受挫，所以又回到广东的粤西一带，在两广的边境活动。当时这支队伍已经发展成为几万人。1857年11月，天地会起义军攻占了淮吉以及贺州还有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，于是就建立了大红国政权。陈金刚成为南兴王，后来陈金刚在贺州受挫，又往南转渡西江入城西，在1861年的时候攻占了信宜城，把信宜的学宫用作王宫之用。攻占了信宜之后，陈金刚对政治、经济、军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，呈现出一片中兴的景象。但是因为他没有防范内部的斗争，这也为他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。眼看陈金刚的势力越来越大，那肯定是不被清朝统治者所允许的。于是呢，在1863年派陆路提督昆寿率领8万多清军进行血腥的镇压。这个时候，陈金刚的内部就开始出现分歧了。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，他叫郑经，后来他改名叫做郑绍宗。佛山山水的大旗头古村就是慈禧太后下令为他修建的。郑经当时已经是大红国的兵马大元帅了，他率领部下叛变，并指使部下将陈金刚劈死于大红国王宫之内，大红国就这样彻底覆灭了。参观完大红国遗址后，我们继续在这个古城四周探索一番。前面这个也是一个古玩店，除了古玩还有一些饰品。平安乜嘢都嬲嘅，平安嚇。係啊。你啲平時都有，已經做3次了。但係跟住你做生意都係整嘢。有嘅。嗰啲可以袋㗎嘛？我冇袋㗎。咁而家得。你而家都冇袋啦。好。在店内听说这附近有个原始温泉，就在古城外不远，趁着还有时间，等下过去看看。听说那个泉水常年不断，清澈透明，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过来打卡。黎兆书院始建于民国8年，为纪念西汉经学家刘向而建。相传刘向深夜阅读书籍，油尽灯枯之际，有老者点燃梨木拐杖照明，遂以此为名，激励后人勤奋学习。
探索完古城，已经到中午。早上在南门旁看到有一家云吞店，听说信宜当地的云吞不错。现在过去吃点东西，再到河边温泉看看。老公，你们走不走？我也，2蚊錢一隻，你攞乜嘢？30蚊。要不要多一个？鸡王，来，鸡王先。一个老大。对。